谁能想到，一部40年前的国产老动画，居然把人性的贪婪和官员的腐败刻画得入木三分。小孩是财主的长工，这天上山砍柴，偶然发现了一截长得像鸟的木头。小孩很是喜欢，就把木头砍下来带了回去。在小孩精心的雕琢下，木头变做了一个漂亮的小木鸟。可就在小孩开心的把玩时，黑心的财主来了，看见小孩没有干活，不由分说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鞭子。小孩被打得奄奄一息，鲜血流了一地。可当血碰到木鸟的时候，神奇的一幕发生了，木鸟居然活了。只见他在小孩的伤口上啄了啄，小孩的伤势居然神奇的复原了。小孩喜出望外，小黄鸟，你真是个神鸟。可这神奇的一幕被躲在暗处的黑心财主看见了。财主顿时想起了城门上的告示，皇上得了严重的厌食症，有了这只神鸟，皇上的病一定能治好，到时候那赏赐肯定少不了。于是财主叫来小孩，从他那硬抢走了神鸟。财主兴高采烈地去了皇宫，跟守门的将军说自己有只神鸟可以治好皇上的病。为了证明他说的是实话，财主一咬牙，照着自己的鼻子就是一炮拳，打得自己鼻血直流，然后掏出神鸟，又是作揖又是磕头，可神鸟就是不显形。将军看这财主莫不是个二货，一脚踢飞了他。财主这才醒悟，原来只有小孩才能唤醒神鸟。他连忙对小孩又是威逼又是利诱，说只要治好皇上的病，赏赐1人1半。小孩这时心里已经有了一个主意，就答应了财主，跟他一同前往。到了皇宫门口，小孩拿出神鸟，果然神鸟只有小孩才能召唤。神鸟听从小孩的指示，几下就治好了财主的鼻子。将军们这回终于信了，把小孩领进了皇宫，却没让财主进去。将军准备把小孩引荐给宰相，可却威胁小孩必须把赏赐的1半分给他们。小孩这才知道，原来这世上黑心的不止一个财主。将军把事情告诉了宰相，宰相大喜，因为治好了皇上，他也要克扣小孩1半的赏赐。他把小孩带去见了皇上，皇上的厌食症果然严重，满桌的山珍海味，可却一口也吃不下去。小孩这时召唤出了神鸟，让他帮皇上治病。只见神鸟飞到了皇上的嘴上啄了啄，然后一下飞进了皇上的肚里，一会儿的功夫就带出了一个肉球。皇上的病瞬间被治好，食欲大振，一口气吃掉满桌的佳肴。皇上大喜，叫来管钱的大臣，掏出宝库的钥匙，赏，重重的赏。皇上告诉小孩喜欢什么就去拿什么。可进到宝库，大臣居然也要克扣小孩，让小孩必须把赏赐分1半给他，还偷偷的把钱揣进自己的腰包。小孩现在算是看清了这些迂腐官员的嘴脸，全都跟黑心财主一样的贪婪。他心中已经有了计划。小孩来到皇上面前，张口就要800。皇上一愣，要这么多？可马上大臣们就忽悠说不多不多，就是要1000都不多。于是皇上说那就赏赐下去吧。可小孩这时却说他要的不是钱，我要800鞭子。你们不是都要平分赏赐吗？那就把这800鞭子平分成4份，管钱大臣1份，宰相1份，将军们1份。现在就好好治治你们的腐败。皇宫里顿时一片哀嚎，剩下的那1份自然要留给黑心的财主。财主被传上殿，还以为要分他赏赐，赶紧掏出了他的大袋子，可迎来的却是鞭子。这200鞭子，小孩要亲自抽才解气。大家解气了吗？解气的话记得点赞关注哦，下期见。